亚伯达省的疫情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亚省卫生部部长 Tyler Shandro 昨天宣布，辉瑞药厂和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正进入最后的试验阶段。如果测试成功的话，这两家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最快会在2021年，也就是明年的1到2月份，预估将有68万6千支疫苗药剂运送到加拿大的亚伯达省。其中，辉瑞药厂的药剂为46万5千支，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则有22万1千支的药剂。如果新冠病毒疫苗试验成功，并运到亚省的话，亚省政府将以老弱妇孺、医护工作人员以及长期看护的病人为优先的疫苗注射对象。在经历长达将近1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时间后，这项消息无疑为民众打了一支强心针。亚伯达省的新冠疫情在今天11月19号2度拉警报，单日新病例再破纪录，来到1105个人得病。这是在11月14号之后再次突破单日1000个新病例的纪录。在上个星期天，也就是11月15号，许多民众在卡加利的教育部以及市政府门口游行抗议政府当局强制性的要求室内员工以及学校师生全体戴口罩。抗议的民众认为政府侵犯了人权以及民众的生活自由权利。因为新冠病毒肆虐的时间过长，在政府祭出社交限制命令，包括今年4月起关闭餐厅、酒吧等公共场所将近3个月，同时又在今年的8月1号强制所有亚省居民进入公共场所时必须佩戴口罩，否则开罚每次每人50加币等等，并且在11月13号又开始执行多项社交限制命令。不但不断地增加新病例的疫情令人担心，民众在反复限制行动自由的命令下，心里起了反抗的作用。不但是亚伯达省如此，我们的邻近省份 BC 省也是因为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BC 省政府在11月提出限制亚伯达省居民到 BC 省旅游的计划。加拿大联邦政府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在今年的12月21号以后开放美国与加拿大的国境。眼看圣诞节全家团圆的日子即将到来，加拿大民众的工作生活日常受到影响之外，心理健康也出现问题。疫情下的加拿大处处都是危机。由于加拿大的联邦政府从今年的3月15号到10月3号发放紧急救助金，也就是 CERB， 给那些因为疫情影响而失业的民众。总计今年加拿大政府已经向大约860万人支付了超过690亿加币的救助金。2020年即将接近尾声，疫情仍然不见好转。我以一个移民到加拿大10多年的华人来看，目前的加拿大新冠疫情真是越演越烈。在百感交集下，有了以下几个个人观点。第一，加拿大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催化了病毒的扩张。因为太讲求个人自由，加拿大政府在疫情扩散的初期只能用规劝的方式让民众配合防疫工作，一直到8月份，政府才施展魄力，强力执行让民众在公共场所以及工作单位佩戴口罩。然而为时已晚，病毒传播的速度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加拿大的危机意识太弱，防疫经验不足，使得最后疫情大爆发后，
政府和民众应接不暇。我曾问过我工作单位土生土长在加拿大的同事，他们都告诉我，亚伯达省之前没什么 SARS 病例，也就是非典型肺炎的病例，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流行的病。所以在今年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当地居民也没什么警觉性。到4月份之后，只见政府人员手忙脚乱的每天改变防疫措施。举我工作的长照单位为例，一下子说没生病不用戴口罩，一下子又说一天工作近8个小时，至少必须要换3次口罩。第三，加拿大人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因此在失去工作后，很多人就活不下去。在今年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使得这种社会现象更是浮出台面。特别是在我居住的亚伯达省，因为石油业不景气，已经有很多人在领失业金过日子。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来袭，这种苦哈哈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不但失业的人痛苦，还有工作的人们更加痛苦。不但政府加税来征款应对目前的低迷时局，更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的民众，除了面对工作量加重以外，更要解决家中经济来源短缺的困境。可能以前是双薪家庭，现在全家只能靠一份薪水过日子。好了，俗称一枝草一点露，在加拿大是不会饿死人的，到处都有食物银行 （Food Bank）。只是对于生长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我而言，更加了解到加拿大这个高社会福利国家所存在的许多体制和社会问题。就像是中国成语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一样，在这儿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在和新冠病毒共存的时间内，继续保持正面乐观的思维，互相帮助的努力过日子。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